是苹果爹。那我们现在终于要来开箱我们的新工作室。那如果你们有在 follow 我们的 IG， 你们应该知道说我们最近就是在布置我们的工作室。那这个工作室是我跟苹果妹我们合租的。等一下工作的空间我们会分成他的区域跟我的区域。那你要看他的区域的话，就到他的频道去看他的影片哦。好，那首先现在看这个就是我们的大门。我们先看外面这边好了。这边有装了一个非常特别的电子锁。那这个是台湾的品牌，台湾本土一个很有名做锁的品牌，叫做金冠。那这个是我们目前拿到是台湾目前第一支的金冠品牌的电子锁，就是在我们工作室里面。然后非常谢谢金冠这个品牌愿意让我们试用啊、使用啊，然后分享我们的体验。那关于金冠的这个电子锁的影片的话，我们再来会做比较深度的评测后。那再来这个就是我们大门进来的地方。看到这些都是我们有重新把它漆成不一样的颜色，你们可以看前后比对的啦，就是整个家本来都是一些鹅黄色的颜色，那我们在天花板啊或这些门的墙的地方、白的地方就把它用纯白的颜色，那其他我们要做一些跳色的地方，像这些柜子的地方，我们再选一些灰色的颜色。那再来，我们先来到这个区域好了。那这个区域我们目前使用的方式，其实就是还没有真的去使用它。那我们会在这边可能吃午餐。那这边就是我们做收纳的地方，有很多一些小器具啊，一些相机拍摄的东西，我们会先收纳在这边。那这边的话，我们未来的规划应该就是，如果说我们有员工啊，或我们会请一些剪辑师的话，会规划一个工作区域，让他们可以可能有自己的一个隐私的地方可以自己工作。那目前当然是我们还没有员工，所以如果有什么剪辑师对我们这类影片有兴趣的话，希望来我们这边帮忙的话，那我们也希望大家可以联络我们的 email。好，那再来这个地方，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桌子，那这个就是很感谢 Backbone， 我们先前有拍这影片去参观他们的专柜，后来呢，他们也知道说我们的需求，知道我们正在搬新工作室，然后也愿意赞助我们，非常谢谢他们。那当初我们其实本来就要买这个品牌了啦，那你可以看到我们要选它的原因，第一就是说我们需要的是升降桌嘛，所以我们可以随时去调整它的高度，然后它是非常的安静。那我觉得这个在工作室而言，不要去影响到其他的员工而言，我觉得这个就非常的重要。那再来呢，下面的地方我们也装了轮子。那这个也是我当初一个很特别的要求，因为我希望我们办公室这一些任何不管是要拿来工作，或是拿来要移动啊、拍场景的东西，都有轮子，可以让我们很方便的去移动。那我可以听到它的轮子非常的安静。那像上次我拍那支 BenQ 的萤幕灯的时候，我就是把这个桌子推来这边，这边有一个帘子可以拉下来，那这个就可以做成一个黑色的一个背景。那升降桌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可以设定不一样的高度，你可以让它记忆起来。就比如说我们有一个很低的高度的话，那我可以先把摄影机架好，它就会自己去改变它的高度。那这种时候我拍出来的画面就是一个很顺畅，一个产品在移动的这种 B-roll。那我非常喜欢这种感觉，不管是自己家里使用啊，或者工作室使用、办公室使用，升降桌都是非常推荐。那在这一边呢，就是我们的沙发区。那这个沙发区呢，我们的设定就是我们可能在做一些直播，像上次苹果发表会的直播啊，或是可能有朋友啊，有一些人来拍摄的时候，像上次 Tim 哥过来拍摄的时候，我们就是坐在这边拍摄，所以这边空间我们就把它打得非常开，就是希望不管是可能多于一个人要来拍摄啊，或是很多人要来一起直播的时候，我们都可以在这边拍摄。好，那在这边这一面呢，就是一个非常大的落地窗。这边我们选择的方式，我们有做这个纱帘的方式啊，那我们主要就是保有隐私，然后又希望它的光可以透进来。那当我们需要做一些拍摄的时候，比如说白天我们可能要确保它的光源不会一直变化的时候，我们有选这个遮光帘。那我们再把它拉起来的话，那我们的室内光源就是完全可以让我们自己去控制哈。那窗帘的部分，我们选择的是龙美窗帘，因为他们服务真的非常好，你就上网，然后他们有一个 Line App， 你可以去预约你的时间啊，然后他们就有人过来帮你做丈量，整个流程都非常的轻松，非常简单，然后他们价格也非常透明。那再来另外，我们在这个沙发的地方，我们后来这个沙发本来是一个皮沙发，然后是一个
真皮黑色的沙发。那它的材质是非常好，只是跟我们整体要做的风格不太一样。那我们就在找说，什么地方可以帮我们做这个沙发的包布。所以这个沙发其实它里面的皮还是在里面，他们就特别帮我们做了一个包布起来，也是请龙美窗帘帮我们定做的。OK， 那在另外一个工作区呢，我们就用这个比较大的柜子把它区隔开来。那这个台面上面我们就可以拍一些 B-roll 啊，或是拍一些商品的照片啊，或是其实它实用性就非常广。那再来就是这些墙面，可以看到我们墙面都有选不同的颜色去调色，因为我们希望我们在可能拍摄产品或拍摄影片的时候，每个角落都可以进行拍摄，然后都可以达到一个不一样风格的感觉。那这种时候我们在拍摄可能商品照的这些变化性，或者我们在拍摄影片的变化性就变得非常的广。OK， 那再来这边就是一个收纳柜的地方，这边有非常多地方可以让我们收纳。那目前我们就是放一些像我们的这些分享器啊，然后我们有一些正在使用的这些公司要使用的商品就放在上面。那在这个工作区域呢，就是我们平常在剪片啊，还有处理收发 email 的地方。那这个萤幕就是 BenQ 的，那这个我们当初也是，就是我去买一台27寸的 BenQ 萤幕，然后上面这个灯嘛，上次我也有拍过，那这个灯也是 BenQ 的，然后整体配起来就非常的好看。然后它的发射跟现在 MacBook Pro 的萤幕的发射，基本上我看不太出来差别，所以这个萤幕我选择到现在使用到现在是非常的满意。OK， 那再来你可以看到像是我们这边桌上有这个华硕，我上次开箱过的这个 SSD 的外接盒，罗技的这个人体工学的华硕，在这个就是调整 BenQ 这个萤幕挂灯的一个控制器，然后它是完全无线的。然后再来我们就来讲到这个椅子，这个椅子也是 Backbone 的。那其实我们当初去找 Backbone 的时候，我们要购买的是升降桌。那后来他知道说我们工作室有需求啊，可能还需要再买椅子的时候，他们就非常大方的愿意赞助我们他们一个非常顶级款的椅子后，他们其实就让我们自己选啦。那我们后来选择的是这一款卡布头。那这一款我们很喜欢的一个地方，其实这个是我先前椅子没有的配备，它后面可以让你挂你的外套。那再来在前面的地方你看到它这个头枕的地方是可以去调整它的上下高度，然后角度都可以调整。那它连背这个地方都可以进行调整。所以它实用性非常的广。那在它连这个座椅的前后啊，还有它这个扶手的地方，它都可以进行调整。像我有时候喜欢比较自由，就把整个收到后面。那在你在做的时候呢，可以听到它轮子非常安静啊。那我平常如果在剪片的时候，我就会把它定住，因为我想要就是我的坐姿是很垂直的方式嘛。因为你知道，如果久坐的话，你常常是弯腰驼背的话，你会让你的下腰的地方承受非常多的压力。所以这种时候我会把它定住，然后让自己跟这个后背的地方靠非常紧，然后后背的地方它也可以调整它的压力跟松紧。那如果你想要舒适一点的话，你也可以把它调成可以向后倾的方式。整体来讲，我对这张椅子非常的满意。OK， 那下一个我们就来看我们的厨房吧。好，那厨房的地方呢，其实我们一开始在选工作室的时候，有没有很大的厨房，或是有没有很多使用空间，对我们也不是那么重要。可是刚好这个厨房空间其实就非常的够用。那首先你在进来这个区域，它就有一个中岛嘛，它有一个洗碗机。那虽然我们从来不会在这边煮菜什么啦，可是有洗碗机在使用上，我觉得非常的方便。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咖啡工作台的区域。现在目前呢，我们就是使用这个 Cafe Robot 来压我们的浓缩咖啡，然后再做自己的拿铁。那其实我们有想要买一台意式机啦，可是目前就是还没有看到适合的，或是有什么厂商想要赞助的话，也欢迎来联络我们，我们也蛮需要的。那这个磨豆机算是蛮热门的一台 Niche Zero。那这一台的话，台湾的价格非常非常贵，那当初其实也买不太到，然后后来就直接从美国订回来。那使用到现在，我觉得也非常的满意。再来就是这个地方，那这个垃圾桶这个牌子，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念。那这个垃圾桶是因为我自己家里本来有买过一个这个牌子的，那当初买那一台好像也只是因为当初那个颜色觉得蛮特别就买了，然后觉得有点贵。可是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发现它不管是防臭啊，还有它整体的质感耐用度，像我们用了那么久，然后它也完全没有问题。然后最重要的是它防臭，所以不会有蟑螂什么的问题。所以这次在工作室选择垃圾桶的时候，我也是想说，那就直接买这个牌子就好。价钱的部分的话，就建议大家多去找找，多去比较。可能说 Costco 也有卖类似啊，或是国外的 Amazon 有卖类似啊，或是看台湾的专柜有没有什么很大的折扣，大家可以再去多参考不一样的价格。那我个人觉得这个牌子算是非常的实用啦。那性价比的话，就是看每个人觉得垃圾桶这个东西多重要咯。
好，那再来这边有一个小米的这个扫拖机器人，那用到现在，我当初有开箱过一个影片啦。那到现在还是非常满意，可是我们也还是没有使用它拖地的功能。我只能说，光是这个吸尘啊，还有这个扫地的功能来讲的话，我们一个礼拜大概吸3到4次。那我非常喜欢这个它自动集尘的这个功能。那这个我先前我家里使用那台没有，所以我常在清那个集尘盒的时候，我会一直打喷嚏，因为我过敏蛮严重的。那现在这一台我就完全不用去担心这个问题，我非常喜欢。OK， 好，那在这边区域之后，后面有个后阳台，那这边里面还有一个客位。那这个工作室很特别，就是说它有3个不同的厕所哦。那它外面有一个，它也是全套的卫浴，所以它也是有马桶啊，有洗澡间什么等等。那这个将来如果有员工的时候，他们要在这边使用啊，或他们有时候想来洗澡的话，那他们也可以直接在这边洗澡。那这一点我觉得也算是当初我们喜欢这个地方非常大的原因。然后在我们2个自己分开的摄影棚跟工作室又有各一套卫浴。那当然我们也没有去用它，只就是说如果需要的时候，它都在那边可以让我们使用。OK， 那再我们就来摄影棚区域的介绍哦。那这边这一间呢是苹果妹的摄影棚，那这个在她的频道还有专门介绍她摄影棚比较细节的影片，里面蛮大的，也有自己一套很大的卫浴。那想要看的话，再去她的频道看。OK， 好，那现在就来看我的工作的地方。那这个空间呢，其实它就是单纯拿来拍摄的地方啦，所以目前为止我也还没有非常多的整理它或者家具什么部分，所以这边看起来就比较乱一点，因为所有的器材、所有的摆设都是为了拍摄使用。那在灯具的地方，我们有一个大灯，还有一个比较小的灯，一个150瓦的，然后一个60瓦的。那这2盏灯我当初选择就是要它没有任何的声音，所以这2盏灯都没有风扇。那这2盏都是神牛的。那使用上呢，我觉得在亮度什么啊、射准什么部分都很满意，可就是在它的遥控啊，还有 App 的部分，我觉得它没有那么的稳定，这点比较可惜。那另外中间你可以看到这个就是如果你们有在关注摄影相关的题材的话，应该知道这个东西叫做设备树嘛。那他们有一个这种环，那你可以在上面架不同的器具，那可以是说架相机的啊，或是他们有专门架萤幕的啊，或者专门架麦克风什么等等。那其实它有很多不同使用的方式啊，那这个我就可能在拍头像，那上面就有一个拍我要垂直向下拍的这些场景的时候，就可以这样搭配使用。那你可以看到，在这边里面像是灯具，还有这个拍摄相机的这个架子，甚至是这个升降桌，它们下面都有轮子，所以在我平常要拍摄，我想换场景或是换不一样的角度的时候，我非常简单的就可以去移动我所有要拍摄的东西。那再来，另外像是这个整体的设计啊，就是你可以看到它墙壁就是漆这种很深的灰色嘛。那在光源没有打到这个墙上的时候，它可以看起来就是黑色。然后如果你在打光上去的时候，看起来就是比较深的灰色，所以它可以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那这边有留一面白墙，那就是希望有些时候可能有一些对比，或是我想要拍一些片花，或者我可能想要我后面是白墙的时候，后面有留一面白墙可以让我拍摄。那其他的话就是一些简单的收纳。那另外的话，这个升降桌我也是真的去使用它之后，这跟外面那个是同一张的。那使用它之后，我发现就像我现在有时候我可能在拍开箱的时候，我想要站着拍，那我就把它升高一点，那我就可以直接站着去拍摄。那有时候我想要拍一些垂直向下的镜头的时候呢，我就可以坐着拍，然后同时间呢有一个相机可以看着我，那同个时间我上面要架一个相机垂直向下拍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那这个桌子可以降到非常低，所以它使用的场景非常的广。那有时候我不想拍到桌子的时候，我就把它降很低，放在旁边，或是直接在我前面，也不会去拍到。所以我觉得有这个升降桌，到目前为止使用上真的是非常的满意，然后也非常感谢 Backbone 追体工学的赞助。好，那另外的部分呢，像是你可以看到有这些吸音板。那我刚开始在拍摄的时候，其实很多观众就是讲说，你搬到新的工作室，变成回音非常的重。那我当初也还没有时间去想说，是不是要整个墙壁去贴吸音棉啊什么等等，那我就先买这些吸音板回来。那你可以看到这边有一个在桌上的时候，它就可能我在坐在这边站在这边讲话的时候，它就可以先挡掉一部分的回音。那再来在每个墙角我也有各放一块。那其实我本来是要把它贴在墙壁上啊，可是我因为可能墙上有不一样的装饰，还要再慢慢去想要怎么去布置我这个场景，所以我就先把它放在角落这种方式。那其实在拍摄上面我也发现，就是光这样靠角落放一下，它的回音部分都已经好了非常多。可是当然
还是没有到非常好，那我会再慢慢去进步这一些。那这边有一个全套的卫浴，那里面有放一个除湿机，那这台也是我自己去买的。那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功能，就是它里面有一个抽水马达。这个部分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我到时候可能会再多拍一个开箱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目前就是放在我的这个摄影棚里面，因为我有很多相机，那这种时候我的除湿机就可以设定一个湿度啊，就可以让它随时在这个房间进行除湿，我就不用怕我的可能摄影器材会潮湿、会受潮、会发霉等等。OK， 好，那我们今天的工作室 1.0 开箱就先到这边为止哈。那当然我们整体空间我觉得还是有很多地方可以进步。那我们也会随着以后我们如果有请员工啊、请剪辑师进来的时候再去调整，那可能也会依照大家喜欢的，他们喜欢什么样的环境啊，怎么样把它弄得更舒适，让大家愿意来工作。所以呢，我们就会随着我们的需求，慢慢的去增加我们需要的东西，去调整我们工作室的设计。那如果你们关于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任何东西、器材、家具或是灯具啊，什么东西有任何问题的话，都欢迎在下面留言。那今天的工作室1.0开箱就先到这边，那我是本木蝶，我们下次影片见喽，拜。